了，做梦都馋一口肉。娘走之前告诉我，我的亲爹是宁王。宁王到底是干啥的？本宝宝不知道呀。反正娘说他家底厚，有银子就能吃上肉。王爷三思啊！您这一走，府里上下可指望谁去？爹，哪儿跑来的脏玩意儿？跟只泥猴似的！哪家的玩意儿？拖出去宰了！爹，这孩子管王爷叫爹。你刚才喊的什么？嘿爹，你这就要跑路了，都不带上我。王爷，这血脉淤堵了3年的毒血，竟然被这小娃娃给吸了出来。爹，你这个血味道还不辣，比啃树皮强多了。圣旨到，皇上紧急传召宁王入宫觐见。这个想必就是小郡主了。皇上有交代，小郡主也得一并带去。皇上，那岂不就是我爷爷？太好了，妙啊！好家伙，连车帘子上穿的流苏都是珍珠做的，多值钱啊！再盯着，就把你的眼珠子抠下来。爹，我这是替您盯着，怕珍珠掉了，帮您看守呢。丢在这儿自个儿活去吧。想把我甩掉，休想！爹，等等啊！爹，你别扔下锦锦不管。坐在轮椅上的冰块脸王爷走得比风还快，后头追着个灰头土脸的小豆孩，踉踉跄跄一路追进了皇城。整整3个年头了，自打那次恶战折了双腿，朕这个最拿得出手的儿子算是彻底颓了，成天就想着寻死，谁的面子都不给。今儿居然为了一个丫头片子主动踏进宫来。王爷爷，这就是朕的亲孙女。哇塞，这地砖全是金子铺的。王爷爷，求您赶紧拉我爹一把吧，他过得太惨了。这死丫头又要使什么幺蛾子？受伤的王爷被恶仆欺负，早就心痛痛的嘞。为了让闺女多吃一口，自个儿饿得皮包骨。一派胡言，本王几时？惨呐！全京城谁不知道，宁王府穷得连一碗热粥都喝不上。岂有此理！堂堂宁王府居然被人糟蹋到这步地步，内务府那群废物统统拉出去！父皇，儿臣其实没……不许说了，朕晓得你要面子不肯吐苦水。乖孩子，委屈你了，这么丁点大就懂得替你爹撑场面。王爷爷，锦锦不觉得委屈，只要我爹能吃上饭，锦锦啃泥巴也乐意。传朕旨意，赏宁王府1万两黄金，再拨御膳100道。那些暗中盘剥宁王府开支的东西，统统给朕打死。多谢皇爷爷，皇爷爷万寿无疆。好一个孝顺闺女，这压根儿不是来认亲的，分明是要趁我还在，把家底一点点挪走，好提前接手我全部身家。启禀皇上，恒王殿下在外候着，说是把宁王府走失的小郡主寻回来了，眼下就在身边。宁王府走失的小郡主寻回来了。皇爷爷，是不是有人来找锦锦呀？儿臣拜见父皇。瑶儿，快给皇爷爷请安。皇爷爷，瑶儿可想您了。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哎呦，哪来的叫花子？御书房这种地方也让他进来，味道太冲了。陛下千万当心，别让这脏兮兮的东西冲撞了您。三弟，你到底从哪儿弄来这么个野丫头？竟然领到父皇跟前来，丢不丢人？且看看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祖宗被人摁在地上揉搓，还能怎么折腾？姨母啊，您这脑子不太好使吧？我叫沈小锦，我娘就是你异母同胞的亲姐沈念清。当初把我丢去乱葬岗的人，不就是你吗？陛下圣明，这王丫头麻醉别瞎话，瑶儿才是宁王嫡亲的骨血，我手上有姐姐遗留的信物可以作证。那东西是我早年赠给念君的定情之物。大胆！打哪儿蹦出来的野丫头，竟敢动手揍本王的侄女！卫兵，拖出去打杀了！坏了坏了，这下捅了大娄子。本王还有一口气在，何时轮到外人来处置宁王府的人了？别看瘸了一双腿，脾气也臭得很，但这个瞬间还真有点英俊。还处着干嘛？那块玉佩也算你的遗产，不去抢回来，打算留到过年？遵命，爹！陛下，姐姐临走时将这枚玉佩托付于我，再三嘱咐，这是宁王亲手送她的信物，里头藏着姐姐手书的绝妙情诗，还设了一道极其巧妙的暗扣。姐姐有言在先，这暗扣唯有骨肉至亲才能凭本能解开，这丫头若是打不开，
便坐实了她是冒牌货。父皇，三弟妹生前本就是京城出了名的才女，她留下的暗靠必定极为风雅。这丫头浑身一股街头痞气，张嘴闭嘴就是要钱，恐怕连这玉佩长什么样都搞不明白。情诗？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当初把玉佩交给那女人半分情意？我只记得她拿起来扫了一眼，嫌弃不是纯金的。呸！姨母啊，你怕不是那些肉麻到掉渣的言情本子看多了吧？闭嘴！那是你娘对王爷的满腔深情，金殿之上容不得你满嘴铜鸡味。让他试试看。王爷爷，我来试。万一我解不开刚才抢来的金锁金钻，连同宁王府的继承资格，我统统不要了。哦，万一解开了呢？那我就要姨母穿的那件云锦袍子。你要是真能解开，甭说衣裳了，我人头割下来给你踢着玩都行。你那脑袋有什么用？又换不了钱。财运亨通，日进斗金，天灵灵，地灵灵，五路财神速速显灵开。不，怎么可能？这算什么解法？来来来，皇爷爷您长长眼，瞧瞧这绝妙情诗，催不催人泪下？长渊啊，这确实是你的亲笔吧？朕依稀记得你当年的字迹就是这般苍叫拔。物偿萧欠沈念琴白银2万两整，立字为据，天涯海角概不赖账。但是这该死的社死感是从哪儿涌上来的？那纸条上的日期恰好是姐姐失踪的前一天，这不光印证了沈小琪的身份，更把我编造的那套深情人设删了个稀巴烂。什么情诗，什么风雅，原来在姐姐心里，宁王不过是个赖着不还钱的冤大头。除了那个一心只钻钱用的沈念清，天底下不会有第二个人干得出这种事。身世确认无误，来人，将这2个欺瞒天子、搅乱皇家血脉的蠢货给朕拖走。得了，既然事情说清了，长渊，你就领着你这位债主回去吧。至于那2万两白银嘛，你自己想辙。朕手头虽然不紧，但那毕竟算是你自个儿的情感赔偿款啊。爹，你慢点，咱爷俩回去好好理理这笔旧账。宁王府不管白吃白喝的人，更不管睁眼瞎。明儿一早天不亮就送你到国子监念书去。什么？要是考不到全班头1名，这张欠条就当废纸烧掉。考不进前3甲，一切零嘴全部充公。胆敢翘课的话，本王就拿那根绳索把你绑到大门口，给王府当风铃使。爹，咱能不能再坐下来好好谈谈？爹，免谈。虽说死没死成，但日子好像也没先前那么绝望了。爹，御膳在哪儿？皇爷爷不是赏了整100道菜吗？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没有？御膳房送菜过来少说得1个时辰。至于咱自家的灶房，耗子都嫌冷清，早就搬走了。你拿什么吃？老奴拜见王爷。哟，这位就是小郡主吧？方才听门口通传过了，小郡主想吃饭。王爷容禀啊，不是老奴没尽心，这几个月给王爷治腿银子花得跟流水一样，账上早已见底。莫别说正经饭菜，就连今晚那碗亳州的米都得到邻家去借呢。借米？哈，借米？管家大伯，您这肚皮鼓的都能往里塞个大南瓜了，也是靠喝稀粥喝出来的不成？哼，一个3岁的毛丫头懂个什么？郡主说的是什么话？老奴这是替王府操碎了心给累肿的。累肿的？郡主既然信不过，来人，把王府3年来的收支明细全搬上来。小郡主要是觉着老奴从中上下其手，只管翻查，要是能从这些账里翻出哪怕1文闲钱来，老奴的脑袋割下来，给您坐着当板凳。这套账做得密不透风，就算把户部的老账房先生请来也得犯迷糊，何况这么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小娃娃。且瞧瞧这个满脑子铜咒的小丫头，对着这堆天衣无缝的假账，是要哭鼻子还是撒泼打滚？爹，这人是不是有毛病？我才3岁就让我账，这不是欺负小孩子吗？不查。小郡主既然怨老奴无计不可施了，今晚就只有凉水加硬馍，爱吃吃，不吃拉倒。且慢，我是瞅不懂那些个账簿，可我这鼻子好使啊。你身上这股味儿，是聚发楼的脆皮烧鹅，还是半个时辰之内刚出锅的？另外这酒器嘛，10年老糟的女儿红，还兑了一点桂花蜜，城南那家醉仙阁才卖这种调法，5两1壶呢。这野丫头鼻子是狗变的吧？一边说王府穷的揭不开锅，一边自个儿大鱼大肉喝着好酒，这不是摆明了的事儿？你方才说的可属实？比黄金还货真价实。你放可是府上的总管事，是王爷如娘亲自举荐过来的，没王爷发话，谁碰得了我？抄出来，一件不留，全给我搬干净。冤枉啊，那都是老奴自个儿的私房钱，王爷开恩啊。怎么着？这就是你惦记着要继承的那份家底？嘿嘿，一起拿回来的嘛。爹，接好了，这算您被算计了3年的补偿。破天荒头一回有人往我手里递钱，从前那些人不是惦记骗钱，就是想取命。唯有这丫头，嘴上全是遗产遗产，拿到钱的头1件事却是分了我1半。本王连药汤都喝不起的时候，你倒日日烧鹅下酒。王爷饶了小的吧，小的就是一时鬼迷心窍，全靠那位姨娘指点，才把宁王府的库银搬了个精光，就等着王爷一蹬腿就。哟，爹，这姨娘是哪位？
该不就是那个歹毒女人沈婉吧？杀通外人的罪，不光是贪银子这么简单，这是拿本王当冤大头耍着玩，当肥猪来宰，拖下去，活活打死。他的全部家世一文不落冲进府库。赚翻了！这位看着只会撒娇装乖、满嘴都是遗产的小郡主，偏偏是整座王府里最招惹不得的人物。这就是宁王府，乱七八糟成这副德行，像什么话？老夫乃国子监祭酒，承蒙陛下差遣，特意登门来测一测小郡主的学问根底。既然小郡主如此精力充沛，不妨当场考起。要是胸无点墨，明儿去了国子监，只会让人笑掉大牙。比催债还恐怖的东西来了！家教上门了，爹我不干，银货2丁，概不接受。斯文扫地，简直斯文扫地！王爷，令爱一身仕宦气，全无敬畏之心。这要是进了国子监，岂不是把那一方读书净土给搅浑了？老夫断不允许！老头子，你吵得我的钱都睡不安生了。西景大人讲的倒也有几分在理。宁王府虽说大不如前，总不能往国子监送个草包去现眼。谁是草包？我那叫深藏不露。是吗？你既然说自己聪明，连基本的数算都搞不定，那这1万两金子你也理不清楚，搁在你手里纯属糟蹋，不如上交国库。你做梦吧！出题，马上出。好个口出狂言的黄嘴丫头！听仔细了，大圣北境驻有10万精兵。需从京城调粮前去，全程3000里路，征用民夫5万名，每人背负6斗粮，日消耗口粮2升，10万大军每天吃掉2000担。等会儿，民夫好歹是活人，走回去的路上不用吃饭吗？再说这粮是精磨的还是粗碾的？折损系数按多少定？还有，中间过手的人拿不拿回扣？调旧例，不设回扣，精密之算。哦，原来是纯理论的算术模型啊，太像话了！来人，把算盘取来，不要那根破竹棍，拨得太磨蹭。520568848，民夫的口粮列作分母，总运量做分子。且慢，这不必用到高等算法，直接套标准公式就行。最终需发粮643200担05桶。这不可能！照眼下京城的形势，精米一担卖1两3钱银子，折成银两就是836160两。不仅如此，这整个运粮的法子简直亏到姥姥家了，败家也没这么败的。信口胡诌，怎么就成败家了？蠢呐！3000里路全靠人扛，民夫路上嚼掉的粮比背的还多，干嘛不征票牛车？一辆车能拉10担，耗粮只要人力的1半，换成牛车运输，白花花的银子立刻能省出10万两来。643200担05斗，纹丝不差，连那个尾数都吻合，这怎么可能？凭心算，简直是天生的妖精。老头子你也忒慢了，等你拨完这算盘，前方将士早饿成人干了。祭酒大人，看来本王这闺女虽说蛮直大字不是一箩筐，但在敛财方面确实是天赋的。这算学一门，还用得着再学吗？王爷，这丫头虽有几分小聪明，可是品行全无，更得送进国子监严加管授。既然数算功夫这么得则，那正好，明儿进国子监念书之余，把本王这些年被赖掉的旧账统统追回来，追不回来就饿着。另外，不光要追本钱，连利息也按你刚才心算的标准来收。爹您就瞧好吧，打明天起，京城那帮公子哥们儿有的是苦头吃。站住！嚯，这不是昨天在御书房又哭又闹的小叫花子吗？殿下，就是这丫头把宁王气得吐了红色液体。你看她背着把算盘，是想到账房里当丫头伺候人吧？国子院可是圣贤之地，不是施舍穷鬼的。想进去，成啊！从我胯下钻过去，要是姿势够体面，本王这只金甲大将军赏你一根鸡毛戴脑袋上。这只鸡可真壮实，瞧那大腿肉，焖着吃肯定喷香，煲个汤更是滋补。你瞅什么瞅？顾元起，你可真有闲心斗鸡！大胆！来人，把他抓下来，活活打死！谁敢碰我试试？宣和3年5月份，你从宁王府支了3000两银子的本金，拿去地下斗鸡场翻本，名义上说是借，实际上是偷拿了我爹的官印去票号套出来的。这笔烂账你拖了2年了。你满嘴喷粪！本王堂堂皇长孙还差那区3000两，拿证据来！没凭没据就是诋毁皇族。想看证据？9出13回的规矩，立滚立1年又1年，加上逾期的罚金、物价上涨的补贴、身心伤害的赔偿、跑腿的辛苦费，拢共18432两银子，给你抹个零头，凑18500就成。我手头暂时没这么多现银，容我改天还你。少啰嗦，一概不准赊，拿不出银子那就以物抵债。我的大将军，那是本王砸了1000两买的西域黄金，充其量4斤沉，肉质还有点柴，罢了，算你冲抵100两利息，余下的回头再慢慢精算。下一位是谁？礼部尚书家的李大爷，我听说你把我爹的那幅《寒江独钓图》拿去抵了赌账。户部侍郎家的小公子，你上月是不是偷偷喝了我爹藏在树根底下的陈年女儿红？这哪是什么郡主啊，这分明是阎王殿派来索命追债的催命鬼。让开！我瞧见的可不是什么落魄穷小子，分明是一只具有超高升值空间的原始股票，还1分钱不用花。哥哥，你长得跟那个替我捡炮的账房师傅简直一个模子，来跟我干吧，管吃管住，这只公鸡给你主步身子。宁王府的人是不是全疯了？这只鸡的价钱抵得上我这条小命100来回，他拿这东西给我干嘛？缩什么脖子？做账房就有账房的气势，给我把腰杆子挺起来！都给我安静！既然来了新同窗，该有的规矩不能少。陈小锦，老夫先来摸摸你的底。盐铁论起手便讲国之重利，
你把论却繁殖法那段给老夫一字不差的背出来，背错一个字，戒尺抽10下，背不上来就给老夫滚到院子里站一整天。盐铁论那东西晦涩拗口的很，这摆明了是下死手刁难。夫子，这杂役来路不正。皇上孙殿下清早刚不见了价值1000金的金甲大将军，转头就出现在这家伙手上。国子监难道能容留小偷？果然是个贼！我清楚郭元启那只丑鸡到底是怎么丢的，明明是那丫头硬抢走的。可这会子所有的黑锅和杀意全部都朝我砸了过来，没办法，我这种草芥一般的杂役，那帮权贵想整死我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何况现在赃物就在手上，早习惯了，只要一口气还在，就继续熬。盐铁论是吧？不就是讲朝廷怎么收税怎么搂钱吗？妈，背书有什么劲儿？我直接给你算笔账。可笑，圣贤经典说白了就是一本账簿。大圣，盐铁收归朝廷专卖，沿海地区炼盐，1斤盐的生产成本3文钱，卖到老百姓手里20元1斤，纸面利润翻了6成。但这算赚到手了吗？这怎么可能？一口爆出来的折号比例和关卡数量跟户部上个月秘密呈送内阁的奏折一模一样。沿途各州各县设了36道关卡，层层扒皮，过境费就抽走3成。运到京城之后，仓储亏空，虚报2成损耗，20文的盐到了国库只剩下4文入账。开店做买卖，要是有掌柜敢这样贪我的，那本铁钱我早踹他的狗腿了。这言论写的压根儿不是什么治国方略，写的是大宋这帮蜀中饱私囊的详细清单。这当真是3岁娃能摸得透的东西。背完了。接下来再给你们算另一笔账。周成业，户部侍郎，周廷辉的3小子。宣和4年9月份，你在长乐坊赌得眼都红了，跑到我宁王府借了5000两本金，还嘴硬，白纸黑字的契约上写的明明白白。你瞎扯什么？9出13归的规矩，逾期2年分文未还，本利相加，你如今一共欠宁王府8360两白银，自个儿欠下一屁股烂账都填不满，还有脸在这充什么大尾巴狼？哼！你们全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了，他林无教是宁王府花大价钱请来的头号账房先生，他每天过手的银两能把你们这帮穷光蛋活埋，就凭他会去顺一只4斤称的破鸡，那鸡白送他煮锅汤他都嫌硌牙。周成业，你这赖账精，不还钱就算了，居然还敢栽赃我的人，拿我家账房当替罪羊使，8000多两的天价窟窿，叫我官印红戳白纸黑字盖在账本上，那可是铁板钉钉赖不掉的死账。郡主饶命，那笔钱我还，求你千万别告诉我爹。那可是周成业啊，堂堂侍郎之子给一个杂役下跪，宁王府那本账到底是什么妖物？算盘一拨就能叫人跪下？这是我活了13年头一回见到的景象。他没有讲半句什么大道理，也没拿什么皇家的招牌去压人，他就用最市侩、最功利的由头，把我从臭水沟里捞了出来，顺手在我身上贴了一张宁王府的私人财产、外人免碰的标签。我就放肆，胆大包天！沈小金，你竟敢在国监逼着同窗，给有什么两样？你不是自夸算术厉害，下了令，半个月后国子监月考，你既然进了国子监的门，就必须参加考试。在算学和策论2科上，你若没本事光明正当的赢过姚二郡主，就给老夫从国子监滚出去，同时交出你手里那本邪门账簿，日后不准再踏进这条街半步。林无教，咱们要发大财了，哥，月考代替上场的活你干不干？那套化繁为简，慢着，独门算法，这幅图上的题目本身就有问题，不但精准无误，还把原本要耗费3天的珠算程序压缩到了最短。图卷第3行引用9章算术里商公篇来推算梁船的载量，可出题的人显然把最基本的方教和圆盾2种容积公式给弄混了。拿方教的公式硬往圆底梁船上套，结果漕运折损的基准数硬生生少算了2成，连题目本身都漏洞百出，也配拿来考人学面？堂堂户部尚书亲手公式都弄头弄混了，而文武百官竟然无人发觉。哥哥太牛了，简直天降神降！金算盘转生，领教领教！多谢诸位老板慷慨解囊。大清早的各位不但来听讲，顺便还行善济贫，真是一群大好人啊！我的玉佩没了，我这月的零花钱全泡汤了。堂兄啊，图已经解出来了。你说说，那块砚台是打算红烧呢，还是清蒸啊？什么？输不起？赖皮！一个下等杂役也配用胡编的野路子来糊弄本王？卫兵，把这个偷鸡的骗子给我拿了，乱棍打死！都给我住手！狂妄庶子胡乱图画，竟敢胡说户部尚书的考卷有谬！国子监乃先贤圣地，容不下这等目中无人的狂徒，给我废了手脚，丢进大牢！王爷爷，救命！有人要来抢您的钱啦！叩见吾皇万岁！陛下怎么会突然驾临，偏偏挑在这个节骨眼儿？皇爷爷，他们欠着账死活不认，还骂我是要饭的。不光说我新请的账房师傅是窃贼，还扬言要狠狠教训他。元启，你想教训谁？皇爷爷明鉴，是这丫头串通一个下人耍花招顶撞夫子，污蔑朝廷命官出的考卷有错，孙儿不过是在维护国子监的名声。妙道豪颠，旷世之才。钱道安，你好大的胆子！这么明显的运算漏洞，旁人一瞅便知，你却视而不见。户部要员忙活了一整天，居然比不上一介布施来的4系，尔等当真是疏忽大意。哼，周瑜打黄干，愿赌就得服输。既然你赌输了，那块砚台由你亲手擦拭干净，敢有半分马虎，绝不轻饶。皇爷爷，给您，方才说好的分您半成。从这一刻起，我这条命就是他的了。不对劲，这种常见的仓储折造烂事，就算是户部新进的实习比托也不至于搞错。30个文吏一块算，不可能每人挑出这个毛病，这压根就不是失误。
把原论照方教的基数来算，等于平庸虚增了2成。这是打着正常损耗的旗号，把北境大军的粮饷暗中侵吞了。贪吃军粮，那可是要灭满门的大罪，绝不是一场普通的争论。王爷爷，那啥，既然我哥旧装天庄诈得贪腐5万，追回来的银子少说上百万两，您看能不能按10%给我结一笔举报奖励金？举报奖励，朕的国库都让这帮蛀虫掏空了，你居然还敢来薅朕的毛？韩叔叔加把劲儿，再晚一步，周老头该把金子融了注夜壶了。小郡主，他正在毁灭文书，这个气味是宣纸和墨汁烧焦的味道。哼，做贼心虚。韩叔叔，推门的时候温柔点，别把门框给踹劈了。那好歹是我的赏金范围。陛下误解老臣，误解呀！老夫废寝忘食的清查户部这些年积累的弊病，正打算上书弹劾，不曾想老仆走了水，把书房烧了。小郡主，库房搜遍了，只翻出几袋杂粮和2捆柴火，5两银子的影都没见着。等天一亮，那帮文官的口水就能把宁王府给淹了。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崽子想跟老夫掰手腕，家底子我早转得一干二净了。好个黄毛丫头，拿着鸡毛当令牌使！哼，老家伙戏演过了。哥，先别管那些，麻烦你替这位大人详详细细的算一算这座尚书府的花销账目。周大人在朝为官30年，即便滴水不漏全存下来，合计也就30万两出头。正堂这些柱子外层涂的是普通漆，内心实际上是极为珍稀的金丝楠木，一根就值2万5千两，这里统共12根，加起来整30万两。院里这堆假山看着普通，实际全是从江南定制运来的太湖奇石，单是一块石头的运费就要1两银子，整片石阵光运费就花了6万两。天老爷，这副柱子够咱全城人吃1年的肉了。那是祖辈传下来的家典，先祖跟着太祖打天下攒下来的，是朝廷的赏赐。你们毫无证据，凭什么擅闯民宅？想看真凭实据是吧，韩叔叔？这种夹层墙通常怎么打开来着？夹层墙？你要干什么？这是老夫的祖屋，你敢碰我一砖一瓦，老夫我就砸，照砸不误。彻底完蛋！中大奖了，这心理承受能力真够差的。韩叔叔，你还愣什么？快弄车弄箱子，把属于我的奖金给我装好。赃官死不足惜，砸得好！宁王府小郡主就是活阎王。这箱子压手的很，一定是藏在最底下的重宝。先别动，我从没见过林无咎露出这种表情。这个周廷辉，他可不只是贪官那么简单，他还是3年前那场差点埋葬了你父亲，把宁王府拖入深渊的通敌帮凶。禀报王爷，线报传来，小郡主砸开了户部尚书府的正堂大柱，搜出了5万两金砖。周廷辉当场吐血不省人事。好得很。本王还没咽气，他就急吼吼跑到国子监赌局抄朝廷1品大便等家务的。这位大孝女真棒，准备好家法，等他给本王爬回来，本王今天不把他的腿打折，绝不罢休。爷，我回来了，大战特战。跪下。爷，先消消气，您好歹先瞅瞅这个。本王一日不死，就轮不到你这不孝女来替本王出头。王爷不好了！不对，折磨了王爷整整3年。太医院院手都治不了的经脉毒死之病，居然被小郡主这一击气出的那团积年毒血，加上怒火冲顶的爆发之力，给硬生生冲通了。天哪，开了3年的腿竟然有感觉了！想分赃？行，本王就先拿仇家的血，给你堆一座金山出来。传令，马上封锁全城，把所有暗抓兵力集结起来，拿本王的虎符去京郊军营调兵，不计任何代价。今夜之内把宁王府夷为平地，踹门进去，把那个废物和女儿一并拿下，搜出那份布防图立即烧毁，一只蚊子都不许飞出去。顾长渊，你这个窝囊废，大限临头了，居然只敢推一个3岁的黄毛丫头出来替你挡刀，本王今天就让你那份遗产没人有命花。你的腿你怎么站起来了？绝无可能，砍了他，给本王剁成肉泥。本王重新站起来，就是为了替我闺女攒金山的，你算个什么玩意儿？末将恭迎战神，恭迎战神！各位叔叔伯伯，谋反没成功，一样是重罪的哟。我跪在这儿，到底是来归顺效忠呢，还是当逛大集来了？沈小锦，给本王滚回来！王爷请留步。末将今夜接到兵部调令之前，在城外拦截到了此物。这是沈念清当年失踪时随身佩戴的手镯，送来这东西的人临死前留话，倘若王爷站不起来，3天之后就请您去断肠崖替王妃收敛遗骨。娘没死，娘还在。待仅仅离开，要是本王3天后回不来，宁王府的地契连同全部家产归他所有。去呀，只管去送死！断肠崖下头是本王给你量身定做的绝杀圈套，那里埋伏着本王安养的3000刺客，还有整整10万斤火药。你那个满身铜臭的婆娘，这会子正被铁链拴在崖壁上吹北风呢。只耍你敢踏进断肠崖半步，本王担保火药瞬间点着，送你们一家3口到阴间整整齐齐团圆去。我也使不得，您的双腿刚刚才恢复，
这分明是顾昭那奸贼设下的诱杀陷阱。大圣不能失去战神，末将甘愿领敢死队替王爷赴汤蹈火。末将甘愿替王爷赴死。哭什么哭？我爹还活蹦乱跳呢，咒谁保庇呢？爹，你上当了。我娘早些年为了兑换全聚德10只烤鸭，老早就把真镯子给送当铺了。真正那只镯子上面有个豁口，是我亲嘴啃崩的。当初我拿它来比划烤鸭够不够脆，一使劲儿就崩了个角。眼前这个又光又滑、做工粗劣的玩意儿，铁定是路边摊2文钱批发的地摊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是本王掏了3000两白银，请全天下最顶尖的玉匠仿制的。哇，这个假货的内壁上竟然刻满了蝇头小字呢，活像一本微缩密码课。微刻暗录：断肠崖下地宫中藏有恒王秘库，纯金100万两整，稀世字画满满100箱，取货口令：天王盖地虎。好一个沈念青，逃命的当口都不忘顺手摆我一棒。传本王军令，全军集合听令。爹，纯金100万两，按咱家的老规矩我抽2成，算下来20万两，比查抄周廷辉那老东西的窝划算多了。闭嘴！顾长远，你个穷光蛋，这100万两我先借你用着，利息另计，跑不掉的。沈念清流，我娘可真是天底下头一号奇人。长渊，你的腿当真好了。儿臣不辱使命，恒王顾昭串通户部尚书周廷辉，侵吞北境军粮，暗通敌国，导致10万铁骑全军尽没，证据确凿无疑，请父皇严加惩处。朕的亲儿子，朕养了30年的骨肉啊！传旨，削去恒王顾昭一切爵位封号，关进天牢。皇爷爷，恒王府那堆家产怎么处置呀？恒王府何府下狱彻查。要是全部充公的话，我那笔举报奖能不能先给我办了？滚！周廷辉是完蛋了，但老夫手里还有棋子，月考近在面前，只需沈小锦叔父之位，便是老夫的囊中之物。他就必须把那本账册双手交出来，夹着尾巴滚出国子院。少了那本账，宁王府就是拔了牙的老虎。林无绝，月考的功课你心里有谱了没？算学这块绝无问题，就是策论，他们会拿什么题来刁难，我拿不准。无所谓，见招拆招呗。再说了，他们自己出的题连答案都对不上，还有什么底气来难问咱们？朕听说本次月考的重头戏是宁王府的小郡主跟恒王府的姚二郡主正面交锋，有趣。一个3岁的乡野丫头也有资格跟我较量？本小姐可是自幼便有顶级名师亲自调教的。少墨迹，考什么啊？赶紧上！考完了我还赶着去催款呢。这不就是算总账吗？老夫教书于人40个春秋，还从未读到过这样的策论，粗俗直白，毫无圣贤底蕴，但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推敲。不可能，策论的分数有猫腻，老夫要求重判卷。这卷子是朕御笔亲读的，田祭酒这是在质疑朕的判断力。臣不敢。老钱头，赌输了就认嘛，你自己定的规矩，我只要赢了就能留下。如今我赢了，那本邪门账簿照样跟着我。另外，你押的那笔赌资，啥时候结算一下？沈小锦，你给老夫记着。记什么？记着还钱吗？那我候着。赢了，还胜。爹，你闺女给你撑了面子吧？还行，不过别高兴得太早。恒王倒台了，后头还藏着一条更大的鱼。更大的鱼是谁？户部、兵部、吏部，差不多小半个朝堂都搅进去了。原来这条鱼比预想中还要大得多。爹，东宫有没有钱？要是太子比恒王还有钱，抄了太子的家，我的分成能不能涨到2成？父皇，顾长渊居心叵测，他觊觎储君之位，竟唆使那个3岁的野丫头在国子监无法无天，甚至捏造盖有儿臣印章的北蛮账册，这是在诬陷太子，动摇大赦的根基啊！帝王的怒火越是憋着不发，越是致命。父皇，所有的人证物证全攥在宁王府手里，全是伪造的。
恳请陛下立刻下旨查办宁王府，满门问斩，以正国纲。乱臣贼子，你居然暗中勾结北蛮奸细钱道安陷害忠良，还有脸硬闯御书房！乱臣贼子，你居然暗中勾结北蛮奸细钱道安陷害忠良，还有脸硬闯御书房！汝奏小儿，此地乃御书房，大硕的权力核心，岂容你在这里妄论朝政？少来这套！哥，亮家伙！全是假的！顾长远，你买通匠人司刻估的印章，伪造账目，伎俩何等拙劣！假的。天启3年10月份，东宫调拨白银5万两，购买科考试题送给北蛮。那笔银子走的是通州水陆银号的账，这些是通州提举司的连号公凭，想伪造也造不出来。不可能，那笔账分明早被钱道安抹干净了。给我销毁！本王的女儿正在对账，谁敢碍她拨算盘，本王就折断谁的腿。纯属巧合，那全是钱道安假借姑的名头自己搞的账。父皇，儿臣冤枉啊！哎呦，皇爷爷，这笔账里头有蹊跷呢。哪里不对？太子去年入冬后汇给北邙，拿去拉拢边关守将的300万两白银，款项出处那一栏盖的是工部的戳，银子来源写的是先帝陵修缮专款。皇爷爷，他把您日后要住的地下豪宅的预算给卷跑了，全都倒贴给北蛮了。什么帝王权术，什么废除波澜，什么朝堂震荡，全没了。朕的脑子里就剩一个念头，这逆子偷了朕的棺材本儿！畜生！你个忤逆的畜生！你不光通敌卖国，还掘你老子的坟！你要朕死后连个躺的地方都没有！禀报陛下，天牢有紧急消息，申婉已经画押了。申婉交代，他正是受东宫差遣，冒充宁王妃的骨肉打入宁王府卧底，同时替北蛮血狼卫在京中传递密报，暗中倒卖科考试题。皇爷爷，替您查出来300万两皇陵亏空，外加扳倒太子通敌叛国的大案。按我们宁王府的反贪规矩，2成的提成，算下来就是整60万两白银。60万两？没错，60万两，而且还得去东宫补货。哥快来，皇爷爷晕过去了，这边的账先停一停。拎上你的麻袋，咱们趁着没人管的空档，去东宫的司库上货。郡主，这么做妥当吗？稳当的很，皇爷爷晕之前又没说不让去，快走！圣上并未颁旨查抄，太子殿下仍是大圣的储君，尔等胆敢逾越半步，格杀勿论！糟糕，宁王府这次碰上硬茬了，没有圣旨就强闯东宫，那可是造反的大罪。放箭，就地诛他！闺女，别在正门耗着了，拿账本过来接应。司库的冲瓤被我凿透了，里头还有好几十箱上等东珠，赶紧来搭把手。爹，你啥收到的？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会浑水摸鱼？死守正门，拉出最强阵势！总管，他们从里面把重重墙凿穿了，家底被掏空了。毛贼，宰了他们，把金子给本宫夺回来！好啊，你这个负心的家伙！好啊，你这个负心的家伙！居然撂下自己的发妻，独自跑来偷人家金库！要不是我来得及时，外头那几把刀子早剁下去了。你怎么在这儿？废话少说，那边犄角旮旯还有2个实木大箱子，我一个人扛不动，快去搬。这真的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宁王吗？轻着点儿，里面的古玩要是摔了，从你私房钱里扣。娘，老登，别搬了，上面写着今夜子时举行传位大典。天启4年2月18，子时
今夜子时举行传位大典。天启4年2月18，子时。太子不是打算赖账，他是准备今晚直接杀进宫去夺位。那个夺位造反，是不是比欠债不还严重的多？那我们的60万两分成还有戏吗？回宫。殿下，逼宫篡位乃天理不容的大逆之罪，您会遭报应的。滚开！哼，老顽固，你竟然当着满朝的面来查我的账！我当了30年的太子，你时时刻刻提防着我，如今还想因为区区几百万两银子废了我？今天我就送你下黄泉，大赦的江山今夜就姓辜了。堆火药上去，伪装成失火的样子，给辜把整间御书房炸个粉碎，一根骨头渣都不准留。逆子竟然当真反了！皇爷爷，您可是我刚刚才抱上的超级粗腿，敢动我的摇钱树！给我解决掉这个野丫头！谁敢碰我的自动取款机？这一坨按市价算值白银100两，赏你了！现在投降，给你打个8折。程渊，左手边还有3个敌兵，别让他们把我的箱子踩了。一名叛军悬赏50两，眼下清点了300号人，合计15000两，加上太子司库的进头款。这怕是大圣立国以来最匪夷所思的一场风波了。父皇，儿臣知罪了。知罪？你知道哪条罪？勾连外敌，侵吞军饷，私挖领属银，图谋不轨，你哪一桩不够重判的？求父皇开恩！传旨，处夺太子封号，贬为庶人，合府集中安置，接受审查。3日后公开裁决，东宫全部家产一律充入国库。皇爷爷，先等一等，充顾归充顾，能不能先把我的反贪分成给结了？帮您追回300万两陵寝亏空，加上今夜评判的加8费、深夜出池费、金砖折料费。够了！还有我娘这3年的精神抚慰费，我大3年的伤残医疗费和心理补偿费。申小锦，打个折，50万两，没法再少了，再往下砍我就赔本了。给他吧。赚翻了，赚翻了！沈小锦，别滚了，明天还要去国子监上学。爹，我都这么有钱了，还得去念书。再有钱也得认字，否则将来别人写张欠条你都看不懂。哼，说的也是。一个赛一个能折腾。常员，那批东珠全部清点完毕了，共计37箱，不过有2箱的光泽达到标准，我琢磨着退还给皇上，换成等价的金锭。你打算把东西退给皇上？买家权益啊，质量不过关，当然应该退。至于小锦锦嘛，皇爷爷，朕册封你为护国小财神，享正3品俸禄，特许你在京城开办宁王府商号，专门负责啥？专门负责替朕清查账目，凡是揪出贪官污吏的，追缴赃款中1成归你所有。才1成？皇爷爷你也太抠门了吧？怎么着也得2成起步。1成半，封顶了。朕的棺材本才刚被你们追回来，你就惦记再刮1层？成交。哥听见了没？1成半的分成。大圣这么多贪官，咱们这辈子有花不完的银子啦。今后我的算盘只替你一个人拨。欠宁王府银子的，全给我支棱起耳朵，从今儿起，利息加倍，一文不删，一文不讲价。快跑！那个催命的阎王又来了！跑啥跑？跑了秃头，跑不了庙。你们欠的每一文铜板，随我。确实挺像的。心里门清。王爷、公主，宫里有新业务了。小郡主，陛下有旨，刑部尚书府上的账目对不拢，陛下请小郡主火速入宫。爷，又有买卖上门啦！去吧，别把人打出好歹来就成。放心好了，打出人命来就没人还钱了，那不是亏大了？常渊，等他回来，别忘了让他把我那2万两的欠条利息好好算一算。都过去3年了，利滚利应该有不少了。宁王府的朱门大开着，阳光递进来，流金一般灿烂。
这座曾经如死水般沉寂的王府，此刻闹腾的像个熙熙攘攘的集市，光斑在石阶上跳跃，彻底扫去了全剧开篇的阴郁与绝望。有人策马疆场杀敌报国，有人噼里啪啦拨算盘敛财聚金，有人见着金子就往家搬。一家人齐齐整整，各有各的营生。这大概就是沈小锦心中最完美的那份遗产，不是堆成山的金银，不是望不到边的田庄。爹别跑，别锁门，我回来还得搬金子呢。而是一个生龙活虎的老爹，一个一头扎在钱堆里的亲娘，一个运筹帷幄的哥哥，再加一个宠他宠到快破产的老黄爷爷。借了钱就得还，走到哪儿都是这个理。沈小锦，